我早就说过，不能让那个疯女人胡来，她就是个白痴嘛。二师兄，你长点眼吧，我人就在这儿。况且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替六师弟开源节流？现在追究这个事情的源头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三师兄说得好，我们得想个解决的办法。眼下这15人到底应该怎么办？干脆都给收下算了。正好咱们灵剑派人丁凋零太久了，多这15个人，岂不是热闹一点呀？按照我们的原计划呢，最多能有15人通过冰封谷就算不错了，加上后面3关，最后的胜出者最多不超过3人。别的不说，就门派资源来说，也不足以支撑多15名内门弟子。我们灵剑派手头是比较宽裕，但也经不起浪费啊。五师姐，掌管财政大权的六师兄都发话了，我就帮不了你了。否则他砍掉我们逍遥峰的预算，我就喝西北风了。我什么时候砍过你的预算？哪次你要钱我没给过？瞎说！上次我要买星辰极光钻，你不就没批吗？对啊，还有我的月光宝盒，哪有用公款给自己买首饰的道理啊？发生这种事呢，大家都不想的。按照规则，这15个人确实都完成了考核之路，将他们拒之门外会有损我灵剑派的信誉。但是根据咱们派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呢，全招进来也不太现实。所以当下最简单的办法呢，就是全体长老亲自去精心挑选一番，留下最有资质的几个，不就得了吗？那掌门的意思是，面试？嗯哼。面试好，面试妙，面试呱呱叫。想必大家最近透过了灵境，都发现了属于自己的可造之才，不如趁这次机会定向招生，准确培养。不用谢。我同意。狗腿！掌门师兄，我这就把那15名莘莘学子从玄云堂带回来。你站住！我有事问你。回来了。麻烦其他长老去跑一趟如何？好。好。过来。那个人就是你说的天命之子？对呀，你要相信我。从他破解我在灵溪镇的任务链脑，我就确定他并非等闲的凡夫俗子。之前灵儿也跟我提过这个人，既然你那么确定，应该不会错的。待会儿我会特别关注他。好，我们一起去玄云堂。哼。说好了，过了升仙之路就是内门弟子嘛，怎么又来家事？灵剑派也太事儿了。我等能够通过考试，全拜王兄的一剑所赐，家事也属正常。跟你说话了吗？可是方才那位长老说，最后只能留下3个人呢。王兄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待会儿要选哪位导师？面试内容很简单，请大家依次慢慢走过这个乾坤窥镜，将手掌放在上面片刻。乾坤窥镜将会探究出各位的资质和灵根。下面开始。我先来。灵剑派最看重的是心性，第一个站出来的人，无疑会加很多印象分。
数百年，这会儿终于见到真的了。把它做成标本，我要收藏。面试结束，还请各位在外稍作歇息。我们将综合各位长老的意见，在半个时辰之后选出3名合格者。提前恭喜王兄加入灵剑派，求仙问道。结果都还没出来，恭喜个头！王兄刚才在乾坤窥镜面前引起的骚动，已经足以证明一切。这里可是灵剑派，身为5大仙门最古老的门派，长老们什么样的灵根没见过？可王兄的灵根居然让他们都失态了，足以见得有多稀奇。对啊，王兄这一路的表现都是异常抢眼，在冰封谷更是一剑斩开天地，这种实力不录取你录取谁啊？不到最后啊，这种话谁都不敢说。念到名字的，便可留在我灵剑派，成为内门弟子。文宝，朱琴，王中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你果然是天选之人呐！多谢师兄，以后就相互照顾了。这不可能！你们这什么剧情啊？王兄，你接下来作何打算？我在纠结要不要让我的10万水军用唾沫水漫灵剑派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小海。现在我们这个剧情叫做退婚记，就是以极度压抑到不可理喻的情节来展开故事，前期越压抑，后期就越高扬。小海，今后我们就成为逍遥界的仙王了。海某不太理解。海兄、王兄，那个天无局，不，是3王司马，你们俩聪明绝顶，必定是有机缘之人。也说不定。说什么说不定？我说吧，有些人呐，就是太过于狂妄自大，是有点小聪明，就以为自己真的是天选之人了。王兄，看在一路同行的份上，我若修成正果，身边呢，倒是缺个端茶送水的小道童。你呀，我对你没有兴趣啊。我对你也没有兴趣。2位，师父特意嘱咐我交代一下2位落选的原因。皆因2位情况非常特殊。首先是海公子，你一路的表现都很出色，所以长老们怀疑是不是测试出了什么问题，不如再测一次。不必了，这个结果我接受。这个结果，那你只能当一名外门弟子。我愿意当一名外门弟子。当真？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那你一会儿去逍遥峰报道吧。至于另外一位试炼者，心性悟性，简直无可挑剔，比海公子更胜数筹。论及灵根属性，如你猜测，是天灵根，而且还是天灵根中最为稀有的空灵根。空灵根什么玩意儿？空灵根什么玩意儿？空灵根？空灵根什么意思啊？空灵根呢，是先始帝君德胜太祖这种公认修行界最强的修士所拥有的灵根。
既然王兄的灵根那么稀有，那为何会落选？灵根属性并不是越稀有越强大越好，相反，品级级数越高，对修行心法要求越严格。哪怕是末法时代以前，也没有与空灵根相称的心法流传于外。所以，不仅是灵剑派，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宗派能培养出一个空灵根修士。所谓空灵根，在末法时代以后，也只是一个稀有的装饰品，只具有收藏价值了。那么和风口的石狮子一样吗？是啊，刚才幻云长老说，你留在灵剑派，也只能当个吉祥物。吉祥物，吉祥物，吉祥物。毕竟是上古灵根，从气势上也能压倒圣金仙门他们。一言为定，我就在这里先谢谢掌门，还有各位长老。啊？请问贵派吉祥物有没有包吃住？薪酬丰厚？带薪年假？哦不，我刚才只是随口说说，你可别当真啊。随口说说？你们在座各位都是一派宗师，应该一诺千金，一言九鼎。说了给我吉祥物，你们不会反悔吧？如果你们反悔了，那外面肯定会说你们没有公信力，出尔反尔。那就太遗憾了。掌门师兄，出尔反尔好像真不太好啊。那还不是你说的吗？王璐，你为什么宁可当个吉祥物，也要进我灵剑派？因为我跟某人打赌，输人又输阵的话，那岂不是很丢人？掌门师兄，他跟武师姐好像啊。好像什么呀？灵剑派有他一个还嫌不够吗？我还在场，那又怎么样？还有这些天，我真是被你们这门派的候选弟子给蠢哭了。我只想让他们知道，什么叫做知识就是力量。当我灵剑派的吉祥物可是有很多好处的，光是打着灵剑派的招牌，在外头坑蒙拐骗、吃喝玩乐，就没有人敢动你。这点小福利可是要耗费很大资源的。你一不美行，二不修行，本派要你干嘛？难不成你能给我钱吗？钱？从第一天就有人不断和我要这个古钱，这个古钱绝对来历不凡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加盟费吗？是不是？不知道这个够不够呢？那是，我们灵剑派的霄云古钱，怎么会在这个小子手上？掌门师兄，他不会也是你的私生子吧？哎，武师妹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意外？我送给小灵儿的古钱怎么会？我也觉得很奇怪啊，但好像是小灵儿自己给他的，他帮他赢了那个卖萝卜的赌约嘛。赌约？你跟我出来。啊！来，赢了赌约的，不是住在儒家客栈上房的那个少年吗？就是那个王忠。我刚刚还奇怪小灵儿看好的人怎么能只有3品灵根呢？那个瞎扯淡的王忠啊！难怪你跟个老花痴一样盯着他看。哼，你把他当天命之子了。你又没戴眼镜把字看错了。说来惭愧呀，当时星辰之力挪作他用，来不及开大眼灵视。哎，对了，师妹，你饿不饿呀？我煮碗面给你吃啊。我气得被你气饱了。哼，我当初在桃源村设计了那么多关卡，就是为了帮你把那个霄云古钱从王璐手上给骗回来，结果你还敢扣我工资？谁能想得到武师妹你也会做正经事儿吧？而且你其实是想骗古钱自己用吧？哎，怎么现在又帮王璐了呢？我那不是为了灵剑派的生源吗？你少在那边转移话题，明明都是你的错。哎呀，我要用星辰大眼术勘察很多事情的，看错一点小细节也难免的嘛。总之先回大堂，长老们应该都等得不耐烦了吧？
方才你出示的铜钱呢，是传说中灵剑派的祖师爷萧云真人留下的萧云古钱。持有这枚古钱的人呢，就可以向灵剑派提出任何一个要求。哦，任何一个要求啊？我要当灵剑派的掌门。死小子竟敢跟老娘抢掌门！莫说掌门了，给你个长老的位置，你也未必坐得稳呐。你会立刻被长老团罢免掉的。我建议你啊，还是冷静一下，提一个现实点的要求吧。哦，那我要超品仙器。我也要。你好吧，如果我们哪天练出这种逆天之物，那就送给你好了，起码等个5000年左右吧。哇，你们有没有搞错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们灵剑派有没有诚意啊？到底是谁没有诚意啊？那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！再这么乱许愿，我就取消你的许愿资格。咦，发生这种事大家都不想的哦。看在大家兴趣爱好都相同的份上，那我们就好好商量商量。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勉为其难降低我的要求，我要做灵剑派真传弟子。真传弟子姿势体大，我们需要商议一番。好了，你去玄云堂外面等候结果吧。好。各位师弟师妹，你们肯定不会不知道，真传弟子的地位呢，是在内门弟子之上的，是长老认为可以传承自己衣钵的人，所以名额呢是非常有限的，对吧？只是王璐既然提出了要求，我们也总要给他一个说法嘛。哎，刘显师弟，师兄，你是了解我的呀，我每天带内门的弟子都忙得不可开交，哪里还有时间去收真传呢？方鹤师弟，师兄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实在是不擅长调教弟子，我那弟子还健在的话，不提这事儿。师兄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负责外门弟子的。师兄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负责财政事务。师兄，你是了解我的，你最闲。我相信他们比我更了解你呀。师兄哥哥。现在我宣布，灵剑派升仙大会到此结束。刚才没有被提及到名字的诸位试炼者，我请你们也不要灰心，因为你们都通过了所有的关卡，所以可以当我们灵剑派的外门弟子。你叫海云帆对吧？我是负责外门弟子的长老华云，我们一同下山吧。华云长老，不知王兄的事情，你们最后是如何商议的？啊，请相信，所有的结果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们赶紧下山吧，请你们随我一同下山吧。王兄，我相信灵剑派一定会言而有信的。到底是选上了还是没选上？当然是没选上。你看他，跟个三不管的野狗一样，都没人搭理他，是不是王忠？师兄说的在理。王忠、竹琴、文宝，你们3个内门弟子，跟我走吧。别看了，你们是2个世界的人了。
灵根属性并不是越稀有越强大越好，所以不仅是灵剑派，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宗派能培养出一个空灵根修士。所谓空灵根，在末法时代以后，也只是一个稀有的装饰品，只具有收藏价值了。当初只有1/10000的概率，你不也坚持下来了？怎么现在开始怀疑自己了？或说玉贯穿尘的是难量，可以丢身。桃源村的隐藏关卡你都能破解，为什么开始怀疑自己？不禁梦醒在那段过往，鸳鸯浓淡，欲说还休，一时的感伤。是从前的你相知难相忘，若是此生会死让。是从前的我，踏遍烟霞为了相望，一朝一夕有你在身旁。原来你就是那个河神。你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的师傅。收徒弟这件事情，人家也是没经验呢，所以啊，请你乖一点。啊不，咱们凑合一下吧。灵剑派不会故意找一个人来整我吧？怎么？难得见你这嚣张绝伦的人，也会摆出一副苦瓜脸。说什么？我给你打气啊！刚才我已经听得很清楚了，以我的灵根属性，真的能修行吗？我又能学到什么呢？你放心，既然那老不休的把你托付给我，我就一定会带你踏上修行之路的。区区空灵根，难不倒我。真的吗？相信我。不到最后一刻，我绝不放弃。我叫王璐，从今以后跟你了。我是王武，跟紧点。师傅，灵剑山是苍溪州地脉灵气汇聚之地，外头看起来孤峰一座，但其实内部分12峰，每一座都是修炼者的洞天福地。缥缈峰和星辰峰品级最高，咱们无相峰次之。而且啊，现在只有你我2人，灵力很够用的。哎呀，无相峰到了！哇，寸草不生啊！哦，那个是因为啊，前几年我欠债，所以我就把山上的灵植全都砍去卖了。碰到个买家，给我一下砍到批发价，我就没有钱买种子了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这300-500年就长回来了。不仅一个头，让自己领地沦为狗啃风，难怪雷拳所惧，堂堂长老沦为老巫婆。你在说话吗？我没有啊。到啦！
到了，以后咱们在这儿住。好，简陋。不过就算这里有座小城，也会被这女人生生败光吧？哎，拜师仪式就免了，我受不起。先来个自我介绍吧。目前灵剑派有7位长老，我位居第5，算是前列。修的是自创的无相功。自创？敢问师傅您什么境界啊？金丹真人视野，吓到了吧？啊，吓到了。那其他长老又是什么境界啊？元婴呗，除了那老不死掌门，一个化神都没有，羞耻啊！你级别这么低，还好意思嫌弃别人？难怪没朋友。从今以后，这就是你的豪宅了。这也叫豪宅？稍微收拾一下就好了。稍微收拾一下？走吧，我请你吃饭，今天我请客。今天你请客？那我明天干嘛？自力更生啊？啊。听说了吗？今天升仙大会结束，仙人里出现了一个绝世奇才，直接被升为了真传弟子。哎，这个我知道，我好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子。你说他会不会到咱们这儿来吃饭？这里是外门弟子的免费食堂，他身为真传弟子，怎么可能到这种地方和咱们一起抢饭吃啊？这个设定也太敷衍了吧！就在脸上贴了一颗痣的道具，居然可以让所有人都认不出来。当初骗我的玄铁，桃源村又骗我的铜板，现在竟然骗到食堂来了。看我怎么收拾！欢迎大家观赏5长老的小剧场。这是一颗痣，但它不是一颗普通的痣，它是一颗不带毛的黑痣。只要把这颗痣点到脸上，那别人就完全认不出你来。即使你本人的相貌完全没有变，但对别人来讲，你就已经变成了不一样的人。简单而言就是抠图，偶尔做点小坏事没关系，但别过分了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发现哦。哎，师傅，你有个痣挡住你脸啊！武长老，武长老，怎么会来我们这儿？您怎么到外门食堂了？我这一回一共点了28盘菜，你却可以做到表里如一、分量供给、荤素搭配，干得漂亮。至于你，每盘锅包肉中有7749根胡萝卜，而且粗细一致，外皮薄如蝉翼，淡如丝。虽然勾芡重了点，不过值得嘉许。朕这次微服出巡下食堂，平身。是这样，武长老好厉害呀，太厉害了！先别急着睡，咱们还有要事要办。我不是这样的人啊。你不愿？那也不是，其实，你发育了吗？赶紧过来做一下资质小测试。我们派还有晚自习？今天在食堂里吃的青椒肉丝里放了多少根红辣椒？你认真的？都已经进了修行界了，我怎么会问你凡间那些落后几千年的问题？这些试卷呢，都是我呕心沥血掰出来的，你就安心答题。
做题的速度和正确率都远远超于常人。就算熟读凡间经义，那些知识在测试中也完全派不上用场。果然是生而知之嘛，不愧是空灵根的天命之子。够了啊，别写了。你的资质很差，只能勉强继承我的衣钵。不过在修行之前，我有件事要问你。对你来说，修行的目的是什么？狂斩酷霸炫。可畏，无耻。再想想。飞升成仙。哎呀，嘴巴说说，几个人真的能飞上去啊？能够长生。修行界第一老不死昆仑派南极仙翁，芳龄3900，主要目的除了学术研究就是学术研究，很爽吗？那你直接说。没有准确答案。耍我？不管你修行的目的是什么，想要实现它，都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。长得帅。你要漂亮。别打岔。修行最重要的就是不怕苦、不死心、不要脸。嗨，师傅你好坏哦，给人家说脱单秘籍。我说的是修行不怕苦，挫折不死心。修行中光是自己要经历的天劫，就已经让很多修士灰飞烟灭，人劫更是不在话下。就算有9州修行事务所管理，但修行界的犯罪率还是居高不下。那些邪魔歪道就更别说了，就连名门正派也有很多肮脏龌龊的流氓。所以想要修行，命要够硬，皮要够厚。怎么，有我这个倾国倾城、艳压9州的美女姐姐教你武功，是不是很兴奋呢？感觉都是临时瞎掰的。这么个不靠谱的师傅，真的能教我修行吗？怎么样？成为内门弟子的滋味，还满意吧？多谢仙师相助。各取所需罢了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好处少不了你。在下的一切都是仙师赐予的。仙师尽管吩咐，在下万死不辞。那你就按照我的吩咐，把他的一切行踪给我搜集清楚。是。别想耍什么花样，你记着，我能赐予你一切，也可以让你一无所有。朱乾，你在哪儿啊？刘显长老急让我们去内门集训呢。知道了，就来。这个是不是要给我？泪残笑颜薄纱渐渐遮蔽缠绵如前世的记忆。我很喜欢。月下泪，难舍你的情意。夜闻起康荡今日冥冥，风魂雨，思绪却暗生不起。那回忆，旧梦是康宁。月下泪，难舍离别情意。夜闻起康荡今日冥冥，雁归去，不知谁在哭泣。残断剑灯深夜雨，等千里回眸已是曾经。情同心，难见离愁千缕。
师妹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全灵剑派长老都知道，月圆之日便是我王武狂欢痛饮之际。你怎么还过来啊？其实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自己的。我知道你因为大师兄的事情难过。这些年你在九州四处寻找大师兄的踪迹，只是已经100多年了，你也该放下了。我相信大师兄也希望你可以快乐的生活吧。我很快乐。你是不是因为大师兄才收下了同样是空灵根的王璐啊？才不是呢，我啊，只是姑娘家到了出嫁的年纪，想要找一个年富力强的小少男帮我暖床罢了。你还记得18年前星光灭世的那场天地浩劫吗？因为扫把星的出现，整个九州否极泰来，竟然开启了修行的黄金时代。而这一代的闪闪群星中，王璐显然是最闪耀的那一颗。希望你能好好的教他喽。命运什么的，我没有兴趣，也不懂。但是交给我的人，我自然会负责到底的。在那边躲着偷听的小伙子，重点听到了没有？掌门，师父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可是既然我已经收你当了徒弟，便会好好的教你。我们灵剑派的人说一不二。明天开始，好好跟我修行。我一定好好跟师父修行。我欲乘风破浪万里长，一人心中烈焰，纵然战斗满面，秉烛霜，雨过的洪荒焕然生长，任他扶摇直上。